我觉得我们做旅游的人都太辛苦了。我公司自己的同事，他妈妈进 ICU，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团，800个人、900个人的团在外国。到那个团完结的时候，他才流着眼泪来跟我说：“我可以先回去吗？”那时候我们在巴黎。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他说：“这个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自己的愿景就是说，给我们的旅游从业员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自己本身很想做一样东西，叫传承。你会不会觉得一个女性的创业者要比男性要努力更多才能够成功？如果对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但是我也不抹杀男性的付出。对我来说，身为女性，只要你足够的相信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妈妈，一个什么角色，别人的女儿，我们有没有真心的问过自己，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觉得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所有女性都有能力成为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一个人。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开门见山。你好，我是能杰。那么今天呢，我们录影的时候呢是这个2026年的一开始啊。我们都知道2026年呢对马来西亚的旅游业来说呢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去年马来西亚的旅游人数呢再攀新高。那今年其实我相信整个旅游业呢都非常希望说今年我们可以有达到另外一个高峰啊。那所以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一位旅游业的佼佼者听说他18岁就进入了这个行业，然后他最近还得奖了那得的是什么奖呢？我来看一下根据资料呢，我们看到他的公司在他的带领之下呢，得到了2024年马来西亚最佳旅游体验那提供商以及客户服务卓越奖那么也在几个月之前呢，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呢，他还获得颁发了2025年50位卓越女性奖事不宜迟，我们这个时候就赶快请她出来。我们欢迎 Angela。嗨，大家好，我是 Angela， 来自 Yes Travel。2008年创办到现在到现在，对。是，所以我刚才在介绍你的时候呢，我提到你18岁就进入这个行业，对，所以是中学一毕业就进入这个旅游业了吗？我有进去读一些旅游的课程，然后18岁就大概读到20岁左右，然后出来工作，大概2-3年左右就自己出来创办公司。OK，哇，我对所有勇于创业的女性，我都觉得非常的佩服的。那特别是在10多年前那个时候，女性要出来创业，那个时候的条件跟现在比起来，那个时候条件没有这么好吧？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市场 ，OK， 而且我们国家其实有提供很多机会。我们注册公司其实的门槛也没有很高然后我们从事旅游业的，其实当然我们需要旅游执照，所有等等的东西，只是我们平台是有的，只是要自己去探索，自己去开导那个可能性。就是10多年前你跟我说，跟现在可能资源上我们上网找不到的东西，10多年前找不到，现在能找到，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分别。其他我觉得国家提供的东西其实都是蛮好的。OK， 你会不会觉得一个女性的创业者要比男性要努力更多才能够成功？如果对于女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但是我也不抹杀男性的付出。可能女性的角色有很多吧。所以我们看的东西会比较多，然后女性我觉得我们有一个两面看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女性会有情绪但是情绪如果放在事情上，我们觉得我们会做得比较细心只是我们工作上如果有情绪的话，可能有时候我们情绪一来，但我们作为女性的领导者，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看好，所以情绪发挥在好的地方，其实我们会做东西会比较细心，会比较细腻。女性有女性的优势，对，男性也有。是好，其实 Angela 要恭喜你在去年荣获这个 AFIN Invicta 2025年50位卓越女性奖所以这个奖项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当下的你第一个感觉、第一个感想是什么？你觉得我的团队吧。感谢你的团队，你有一个很棒的团队。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团队。
Angela 现在在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是蛮感触的，很感触的，对对对。我相信，其实这个一路走来肯定不容易，特别是旅游业，特别是在疫情的那一段时间，我相信这个对你们来说，应该是哇，真的是历经一番寒彻骨，对不对？那个时间很困难吧？其实对我来讲，那段时间我不用困难这2个字来形容，我会用创新或者我们说挑战。然后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什么磨练我自己的领导能力。因为其实在那一年我们没有停下来，旅游嘛，就是疫情就全部归零。但是我们很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是做 B2B 嘛，我们的客人都是 corporate， 都是大公司。其实如果我们有留意到的话，以前就是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搬到线上。包括我们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也做了很多线上的庆祝会。你们到不了土耳其，我们把你带到土耳其，在线上，就是把所有的吃的所有的东西就一个盒子送到他们的门口，所有的人的门口，然后在晚上我们就一起大家庆祝。我们会请新加坡的那个很出名的那个comedian， 然后线上演讲。然后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帮很多 corporate 就做过很多这种线上的会议、线上的研讨会、线上的发布会包括建筑商包括银行他们都要发布一些电子产品，这次都是我们在疫情里面做的。是，对。您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您的成功其实是离不开团队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带领团队的一些秘诀？你觉得其实最关键的是什么？在带领团队、领导团队的这件事情上面，甚至是在寻找自己适合的团队，你自己个人有什么样子的心得可以分享？其实我觉得我做人的准则是同理心因为他们做过的位置我也做过，是他们面对的困难我也面对过。这样如果我们拿同理心去领导团队，然后大家知根知底，你明白我，我明白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你觉得在你的经营理念上面从18岁开始入行工作，一直到自己创业，一直到现在带领团队又得奖，你觉得你的经营的理念是什么？诚信。特别在旅游业，诚信很重要。诚信很重要。我整天跟客人说，有些客人已经是跟我们一起共同走过了10几个年份，可能是从我们公司2008开始，2009他就开始跟到我们现在。只是就客人有时候会问我，哎呀，我的团你都做了这么久，还是为什么你这么挑剔？我就说，其实信任就一次，我做了你的团，把你的东西做好10次，但是只有1次做不好的话，不是你讲，别人会讲。所以我觉得诚信是很重要，把每一个团每一件事认真的做好长年累月的做好，这个才是不容易。但是要守住这个原则诚信，我觉得它的成本蛮高的，会不会？对，诚信的成本很高。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旅行社可能把游客带到国外去，牛头不对马嘴就是广告不实等等的状况，可能我相信可能很多旅行社经营也蛮辛苦，因为这几年我们看到各种成本也不断的在飞涨嘛，所以你要怎么样子去平衡在你的这个诚信以及在你的旅游品质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吗？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有生意上的 business coach， 就是我会邀请一些外国的导师去1对1的去教我现在外国发展怎么样，然后教我怎么去做生意，然后教我怎么说领导方面有什么可以进步的。然后其实在这个状况这个事情里面，我会觉得我学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我的教练跟我说，你现在你做得很好，你的服务都很好，但是有多少个你在你的公司？如果你要把公司做大做强，你就要复制多个你要怎么复制？所以在这个事情我就想到，我们公司其实我们需要做 SOP， 然后我们公司也是唯一一间在马来西亚有全面性的 ISO 的一间公司，所以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非常辛苦，因为要复制嘛，这个是最难的。
OK 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说要把品质做得好，我觉得跟客人是要沟通，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沟通知道他们需求是什么。有些因为去旅游的人，可能他很在乎。如果00后，刚才能杰说的00后，他们很在乎的是什么？可能拍照打卡，吃的东西他们不大在乎。可能我80后的我会比较在乎吃的，酒店要舒服，所以每一个人要求的东西不一样。可能其他旅行社他们不是提供一些不好的东西，但可能没有达到客户他心里所要求的一个品质，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有沟通上出现问题。这样我也不能说他们的东西不好或者客户不对，但是可能是不是沟通方面有问题。所以在我们公司，我们有一套流程，我们的销售人员会跟客户，你要些什么？你这个团你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你花了那么多钱，你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因为我们说的不是几万块钱，如果几个人去玩可能几万块，但是一间公司去玩可能几十万几百万。老板花了钱，你要知道我回来能拿到什么嘛。对，我们会跟客户先沟通，然后他们需要什么，我们才特意的去定做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 OK， 到目前为止其实你们服务的公司或者是你们带的团，哇，这个我看到数字非常的惊人哦。现在很像还好哦，我觉得这一段时间的积累，其实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沟通非常的重要，要有 SOP，而且要在企业里面要去复制经验啊，不能够一个人单打独斗。我相信这个会给很多的企业老板啊一些的启发的。我们现在来聊一下2026年你自己怎么看马来西亚的旅游业？因为我们似乎在去年马来西亚旅游业获得一个蛮大的成功哦。你觉得这个事会不会一直延续到今年2026年呢？我个人自己的观点就是说，2026年是马来西亚旅游年嘛。OK， 然后其实呢，我们国家的旅游部也拨发了很多资源，在我们看得到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他支持我们旅游业者，他支持我们所有的活动。所以对我来讲，其实2026年我个人的观点，我会觉得旅游业会更好。就好像我前几天我个人去磁场街，我之前吃的一个地方，我很喜欢吃那边的东西，我很久没有去了1-2年。我去了那边看到有壁画，然后我那些其实都是旅游局所有等等旅游相关人员的，很多人在那边拍照，就一面墙。但是为什么呢？就是其实都是大家的努力。所以其实真的是需要靠所有人一起努力，也不只是说你们在旅游业里面的人要来努力而已。我觉得要让这个国家的旅游业兴盛，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扮演自己的角色。对，我前不久我在访问黄锦荣博士的时候，他说旅游人次增加是一方面，但是要如何让游客再回来我们马来西亚旅游，他来了一次还想再来，很重要。而且不只是来了一次想再来，而是我们要试图去增加他每次在这里花费的这个金额。他可能上次来他可以花3000，下次来他可能要花5000或6000，因为我们有更高附加价值的这个旅游项目或者是购物体验可以给到他们哦。所以不晓得在提供更高附加价值的这个旅游品质的这个部分的话，您跟您的公司在这方面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吗？你们会拿出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有不一样的这个产品出来吸引游客？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我们的公司所做的公司的方向有一些不一样。像我们的公司呢，其实我的子公司我们有马来西亚第2家园的一个服务。然后呢，其实我们昨天我们才有一个研讨会，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要住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希望别人不是说来1次来2次，我是希望别人是长期住在马来西亚，来 long stay。 对，就是拿一个签证，一个生意签证、工作签证，我们长期居留的签证。其实我访问过很多人，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你们喜欢在马来西亚？他们说，第一，我们的食物，然后我们的生活品质，然后你说我们很快，我们也没有很快。如果在外国比起来，你说我们很慢，我们还是有我们的效率。所以在他们的角度说，我们这个是一个适合居住，然后就可以长期在这里退休或者工作
然后你说发展国家也有给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是希望我们的公司能够提供在马来西亚，更多人来长期居住马来西亚，我觉得这个在马来西亚经济也是可以有帮助的一个方式。我听很多外国的朋友都说，马来西亚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国家。对，性价比很高，而且你说游客，其实最大的就是我们去玩，我们问一个路人一个方向怎么走。如果你去到一些不是什么友好的国家，他们很急的国家，他们的步伐很快的国家，他们就说不得空，没有时间应我们。但是其实你在马来西亚，真的你随便你去街边，你去问，那个地方怎样走，那个洗手间去哪里，都会有人打你的。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还是一个非常友好的国家。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品质，去吸引外国人到马来西亚一而再再而三的到来。是，除了吸引外国人来马来西亚旅游，我相信其实你们应该也有做让马来西亚人到国外去旅游的项目。对，双向的嘛，对不对？双向的。是，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出国旅游有很多的产品，竞争也非常的激烈，好像大家都在打价格战。然后到现在其实大家可能自助旅游自己可以就是上网订机票自己安排行程等等面对这样子多的挑战，其实你们是如何让自己一直在业界里面具有竞争力的呢？这个我真的蛮好奇的其实因为我们公司是做企业跟企业之间的一个生意来往，就是 B2B 的，我们也没有做散客，我们也没有做这种一两个人去玩，我们没有做的。因为我专注的地方是在卖就是等于我们有会议 meeting incentive convention exhibition and events， 就是在这个领域，我觉得我们在旅游里面在这个领域做到越专，把这个东西做精做好，做到最好为止。所以我们每一次跟客人说不要做一些团我自己给钱也能去到的。就是说能姐我跟你是朋友，今天我们去一个团，我们不要做一些团他们都能够去到的。因为我们能去一般团的人，就是一般可能保险从业员，可能一些做业务的、地产的，可能等等的，这些都是一般志同道合的人。一般志同道合的人去到外国，大家一起庆祝，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些可能一般人体验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这种条件之下，我们创造就是你根本你自己给钱你去不了。例如你去到机场有100辆跑车在那边等你，那种体验就是他们会感觉如果我自己租一辆跑车也就一辆跑车嘛，还是我自己做一个滑翔跳伞，就是一个人而已嘛。但是如果你想象100个人跟你一起跳呢，所以在这样的体验之下，他们会觉得会被激励，我明年要做更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客人沟通他要的东西，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达到的目标。要非常有创意。对，非常有创意，对，每一次都要不一样。而且你要对于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旅游资源各种的项目好玩的事情，你们都要去收集这样子的资讯。对啊，要去了解最新的状况等等而且我发现你们这个行业需要有超高的 EQ。我就叫说我们这个是高压行业，跟媒体一样的我们都是高压行业。对，但是我觉得你们要面对更多的是比如说客人的投诉或者是客人的心情各方面这些要怎么样让自己常常保持在一个很专业然后高 EQ 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好不容易其实对我来讲也不会啦，因为同理心嘛，这个是我做人的宗旨，也是我公司的价值。你想一下，如果我是地产从业员，我从1年到尾我就跑业务，汗流浃背的，OK， 然后我能去到一个团，我能去到可能去欧洲，这样我的目标要更高吧，对吧？这样我跑了1年下来，我只享受那几天，我那几天有要求其实是应该的，对吧？这样如果他们有特定的要求，如果说合理的要求，我们肯定会尽量去辅助。就好像说他们坐飞机要坐窗口位要做什么走廊位因为个人的需求的原因，我们都会跟他们沟通，事先沟通。就包括我们很多现在都趋向电子了 ESG 嘛，都是要节能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电子，然后他们填他们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包括他们有什么觉得忌口的，可能他们宗教的，我们都会
放在考量里面。好，接下来 Yes Travel 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目标吗？或者是计划吗？因为我看到本来我这边写是已经执行超过600个企业项目，后来但是你们的人跟我说，其实早就已经超过了，很像已经超过1000还是多少了，对吗？接下来你的目标会是在追求更高的这个执行的项目的数量吗？还是在质量上面呢？我以前有一个愿景，我觉得我们做旅游的人都太辛苦了。就好像我们之前我公司这里自己的同事，他妈妈进 ICU， 他因为工作的原因，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团，800个人900个人的团在外国，他也没有跟我说他的妈妈有事情。到那个团完结的时候，他才流着眼泪还跟我说，我可以先回去吗？那时候我们在巴黎。OK， 然后我说为什么你不早说？他说这个是我的工作。所以我自己的愿景是对我们旅游从业员，我想以我个人微薄的力量，在我们旅游业有一点贡献，就是说给我们的旅游从业员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我自己本身很想做一样东西叫传承，就可能今天我做的很厉害，能姐你很厉害，但是我们有什么机会能够传承给一些00后、10后的一些想做旅游业的人呢？可能他们会不会看到，旅游业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就是我本身想做的东西。而我们可能年纪比较大的，可能我们很有经验的，我们可不可以做导师？这样我们就不用这么辛苦，因为旅游是一个体力活。你年纪到了，真的年纪到了。我不是说年纪到了50岁60岁不能往外国，不是，就可能以我们的经验，我们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人，让他们更加发光发热在这个旅游业。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讲，我个人的意义会比较大。Okay， 除了传承经验之外，其实我也听到了，你刚刚似乎也提到了说，你要如何让这个行业，它更有韧性，让年轻的一辈他们进来做，不会一进来就被吓跑。对，能姐你说的太好了。因为你刚才说是体力活嘛，对，体力活。但是如何在这个体力活的当中，就像你刚才讲的，要去思考到他们可以如何可以坚持下去。对，因为我也有一些做旅游业的朋友，他们真的做到一半，真的是身体扛不住，对，就得离开。对，所以我们如何去搭建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长居久安在这里，是蛮重要的。对，这个就是我本身想做的东西。是，不是被吓跑了？好像能姐说，要吸引更多人来旅游业啊。好，其实你们获得了这个客户服务卓越奖哦，这个在你们这个服务业，在旅游业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刚刚其实有请教你如何带领团队，如何挑选团队，但是要跟团队来灌输文化，或者是在一间公司里面，你要创造一个优良的文化，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文化的形成，它其实是需要时间的。对，你自己会怎么形容你们自己公司的文化呢？其实你说文化的话，我们公司有自己价值。我整天说价值，我可以把它写在板上，但是我们要刻在心上，然后放在行动上，这个是最难的。我觉得让我最感恩的东西就是我们都是公司自己有自己的发言权，我们没有理职位的。在公司开会的时候，然后有一次我们的公司的年会，有一个很小职位的一个，就是刚刚进来的，可能刚刚毕业的，对他来讲他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存在价值的人，他非常渺小，他自己觉得，但是我们没有这么觉得。然后他很感动的东西，他就说，我们就说为什么你在这里工作？他说在这里我可以说话。OK， 在开会里面我可以给意见，但是可能在别的企业，人家我的 senior 会 tap 我，你不要讲这样多。所以可能这种企业文化，我们会觉得就是说可以给他们自由发言，就是00后、10后，他们自由发言。其实我发觉他们的创意的价值，然后他们的想法，有时候坦白说，我觉得比我还要好，还有比我一些经理级的人都还要好。他们有他们的创造价值，只是
可能他们需要机会，需要空间。所以这个就是可能我们把文化去灌溉，所有的创造 creative 都可以被看出来。好跟不好，适合没有说好跟不好，我说适合跟不适合，我们自己领导自己看嘛。是因为往往有一些很强势的领导，他已经很有想法了，所以可能下面的想法，他们有一个很安全、很舒适的环境去表达出来，大家都怕怕的。所以，但是往往看到一个成功的企业是能够允许年轻人去发挥他们的创意，去提出他们的想法，而且要被公司接纳，而且公司还要愿意投注资源，去支持他们的这些创意跟想法啊。那你自己身为一个女性的领导人，其实我这样子跟你对谈下来，我觉得你是一个很细腻的人。我觉得女性领导人的细腻，常常她会成为一个公司成功的关键。那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以人为本的领导模式呢，还是以目标导向的领导模式？你觉得你自己比较偏哪一边？我觉得我们兼具吧。目标我们肯定有的。我没有给我个人呢，我是知道我目标在哪里，就是我还没有到目标之前，无论前面有什么，我都当它就是一个就好像我们玩游戏这样，过一关就一关。然后以人为本，这个肯定啊。如果今天我再厉害再强再怎么样都好，没有人一间公司可以一个人撑起来的，所以人是最最最中心的一个位置。我曾经跟我一个团队说，他说你为什么要把公司装修，为什么要弄得这么舒服？有一些地方他们可以自由工作的，就好像你们这里这样子，就是座位或者去哪里都可以工作的。我就说，公司是你们的家，如果你们舒服，你们待久了，然后你们有更多的想法，更多的价值，我觉得对公司也是好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人为本的一个概念啊。对，必须要兼顾。对，也不能够完全以人为本，然后就忘记目标。对，也不能够完全是朝着目标走，然后就忘记人的重要性啊。身为一个女性领导人啊，看到现在有很多刚刚可能出来创业，或是刚刚出来工作的女性朋友，或许他们现在还在迷茫，或许有些人不太有自信，或许有一些人还没有找到方向。你会如何来鼓励这些新一代的女性呢？在职场当中的女性？这个纯粹我个人分享啦，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资格去跟别人说，我给你什么建议，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还没有。太客气了。真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性，全世界只有能杰你一个人，这么样的一个人，全世界也只有我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独特的一面，只是我们会不会相信我自己的能力呢？很多时候你问我有没有犹豫过自己的能力，我也有。只是很多时候我的团队给我的力量，他说 Angela 你可以的。我不觉得这个难倒你，反而有时候团队给我的力量，刚才我说的才是最大的。如果没有他们，没有我，公司装修的再漂亮的话，如果没有他们的存在，文化就不存在。所以这个对我来说，身为女性的话，只要你足够的相信自己，不要觉得自己是一个妈妈，一个什么角色，别人的女儿。然后我觉得我们有没有真心的问过自己，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坦白问下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觉得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所有女性都有能力成为自己心中想成为的那一个人。是你刚才提到说对自己曾经怀疑，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有时候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得到，怀疑自己的能力等等啊。你说团队给你很大的一个帮助以及动力，但是我相信你自己内心也肯定有一段时间是在去追寻去找到自己的位置跟自己的能力。你是怎么样子找到自己的定位的呢？其实在2018年之前，我们的公司还是很小，就是几个人在工作，然后我们的公司收入也稳定，业绩也稳定。就是说我一个女孩子在一个创业，在一个公司里面，一年我都足够自己生活，也可以生活得比较舒服。但是我看一看我的团队，有一天我就说他们还那么年轻。那时候我们我觉得还才20几30岁吧。然后我就看到他们这样，他们跟着我这么的相信我，难道我就要停下来吗？我跟我自己说
我不能。然后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要进步吗？他们说要，但是他们没有想法。这样在这样的转折点的时候，就是我们2019年我就搬去另外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然后从那边起我就学习更多领导能力，然后我去跟人家讨教，然后学习，然后把公司带到另外一个层次啊，这个就是那个转折点吧。就是从本来只是自己的一个事业的发展，后来思考到跟着你的人也要发展。对，你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我其实认识很多老板，但是老板会去想到自己员工的发展的人，其实当然是有，但是我觉得非常的稀缺。大家遇到这样的老板，真的是好好珍惜啊！好，今天非常谢谢 Angela 来到开门见山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希望下次很快有机会再邀请你回来。谢谢你，也祝福你们公司会越发展的越好。谢谢大家花时间去收听，谢谢能给你的时间，谢谢。谢谢。那不晓得大家对于 Angela 今天的分享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是否带给你一些怎样子的启发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BFM 财经所制作的由BFM财经所制作的